拿着1万。陆大海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很清楚，这店以后我自己做，你拿钱走人。不是说好合伙开店吗？哼，合伙？周敬山，你还真会给自己抬身价。店为什么火，你心里没数？客人排队进门是冲谁来的？冲我这口锅，不是冲你站前头记账陪笑接电话。周哥，鲁师傅话直，但理不糙。您当初确实出了点钱，也跑了些关系，可饭馆真正能红起来，还不是靠我师傅这一手菜。马小宝，你少在这儿颠倒黑白。秋月姐，我哪句说错了？你哪句都错。店租谁交的？锅灶桌椅谁买的？营业执照、卫生证、税票谁一次次跑下来的？菜场老秦为什么敢赊肉？酒水老赵为什么愿意给越界？鲁大海，你说店靠锅，那我问你，锅自己会去菜场赊肉吗？锅自己会接客户电话吗？秋月姐，您这话说的好像没周敬山天就塌了。饭馆卖的是菜，不是情分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只要菜做得好，就可以随便拿1万踢人出局是吗？你当初从市里万和酒店出来，醉倒在后巷，连一口热饭都吃不上，是谁说你掌勺我经营？咱们一块把店做起来。周哥救你，不是为了有一天生意红了，你拿1万块赶他走的。行了，我没说周敬山1分钱没出，他当初投多少，我现在还多少。1万块不够吗？1万块买断我？够了，当初你投进来的也就这些。这些？陆大海，你是不是到今天还觉得我投进这家店的只有钱？周哥，话别说的那么玄乎，店离了谁都得赚。你要是真有本事，出去再开一家不就行了？对，你要真有本事，出去再开一家。这家店今天开始我自己做。行，你有种，以后别后悔。吓唬谁呢？没了你，地球照样转。我也走。秋月，你别跟着一起用事。不是一起，我跟谁干，不看谁锅铲响，我看谁能把人当人。秋月，你想走我不拦你，但你别等日后后悔。放心，我后悔也不会回来。想清楚了？想清楚了。跟我走，未必马上有好日子。我知道。那走吧。周敬山，离了我这口锅，你再开店也是个笑话。陆老板，你先管好你自己吧。师傅，恭喜！长安饭馆从今天起真正姓鲁了。以后不叫长安了，叫大海饭庄。这名字好，以后谁进门都知道这是鲁师傅的店。看见没有，周敬山走了，桌子不一样还是满的吗？早该这样，饭馆卖菜不卖恩情，客人认的是师傅，不是他那几本破账。我就说没了他，这店照样赚。老李，你有话？没。说。热闹只是一时的。五花肉30斤，排骨20斤，照旧月末一块结。现钱？什么？拿货现结？以前不都记账？以前记的是周敬山的账，不是这块招牌的账。店没变，账主换了，你怕我赖账？我怕你以为信任是招牌附赠的。秦哥，我店里生意还好着，那就更该拿现钱。有生意不缺这点周转吧？周老板一走，老秦连账都不给记了。记账记的本来就不是店，是人。啤酒2箱，白酒1箱，照旧送到店里，月底结。先款后货。你也来这一套？哪一套？以前月件，现在现款。以前周敬山在，我敢压，现在换你，我先看几个月。你们都认周敬山，不认店？我认结账的人，店不会自己把钱送来。师傅，怎么了？老秦不记账，老赵不越境，他们什么意思？还能什么意思？认周敬山不认我。不赊就换，卖肉卖酒的多了，他们还真把自己当爷了。原来那批货品质稳，品质稳，价也高。师傅，您现在自己当老板了，不能还按周敬山那套死规矩做，货便宜1成，利润就多1成，肉差一点降1收，谁吃得出来？酒换个价低的，瓶子摆上桌，谁还拿着问产地？别弄得太过。鲁老板，怎么了？今天这肉不对，火重了点儿。不是火，以前是香，现在是腻。酒是不是换了？喝着饱。算了，下次换家试试。
师傅，今天毛利比以前高。味道有人说了，说2句而已，人还不是照样付钱？您看钱，别看脸色。照旧。接得住。你不问我为什么不全转给你？不问。为什么？项目有项目的规矩，您肯先给我50份是信任。这就是我来找你的原因。下周开始再加30份。好。师傅，看见了吗？肉往他那儿送，酒往他那儿铺，连胡三河都往他那儿走。他们不是认他，是没把您当回事儿。那就让他们重新选。先从工地单下手。鲁老板怎么亲自来了？胡经理，听说您给周敬山试送盒饭。是，他收8块，我6块5，菜量只多不少。6块5，鲁老板，饭菜这东西不是越便宜越好。胡经理，您是觉得我不稳？这样，新增的20份先给你试，我不动原来给敬山的那50份。行，成了，也行。先把口子撬开，后面再抢。6块5的盒饭，不压一点哪有利润？别做得太难看。这就是鲁师傅说的加量不加价，肉都快能数清了，我干一上午活就吃这。你自己过来看看。你看，别拿失误糊弄我，这不是1份2饭的问题，20份全这样。今天后厨可能分菜没注意，明天我补回来。不用了，试单到今天为止，你低价来抢单，可你不能把便宜建立在糊弄工人上。马小宝，怎么了，师傅？这肉怎么给成这样？6块5的盒饭，不压一点哪有利润？抢单是抢客户，不是把饭做成这样。敬山，老爷子年纪大了，不图多划坏，就图亲戚来了吃得舒心。老人牙口怎么样？有2个姑姑不吃辣，孩子多不多？寿面要不要单上？你问的细，席面就是怕漏我放心。放心吧，张叔，我记下了。哎，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寿面来了。敬山，以后家里有事我还找你。好，您客气了，应该的。周老板，18桌婚宴你做不做？18桌确定吗？如果临时加2桌，就按20桌预案准备，但最终只按实际桌数结。你连这个都管？婚宴上菜不是只给人吃的，也是给主家撑脸的。新娘敬酒大概几点开始？11点50左右。赵姐，你家喜宴还没定，席面上最后还不是看菜？师傅，赵家18桌婚宴要找周敬山定，他凭什么接18桌？他一个小馆子，靠几个盒饭刚喘口气就敢接婚宴，这不是踩到咱脸上吗？您厨艺比他请的那几个家常菜师傅强1万倍，凭什么宴席口碑给他拿走？赵家在哪儿？鲁老板，您怎么来了？听说赵姐家里要办喜宴。是有这么回事，也只是问问。周敬山以前在长安饭馆主要管前头，他报您多少钱？我少300，菜单再给您提一档，鱼用大条的，主菜再加1道肘子。那行，就交给你。成了，把这场宴席办漂亮点。只要您亲自出面，周敬山算什么？报价压得不高，菜单又提了档，正常做下来能赚多少？只要现场不出大乱子，谁看得出来？鲁老板，场子布置的不错。赵姐放心，今天一定给您办的体面。先上能上的，主桌肘子再等一下。主桌凉菜怎么还没起？后厨说马上。我们这桌怎么还没菜？隔壁都上第3道了。这鱼怎么这么稀？鲁老板，你从10点半跟我说马上。主桌菜没齐，新娘子再过10分钟就要就敬酒了。马小宝，主桌肘子呢？还差点火。为什么还差火？我昨晚不是让你提前备？忙忘了一锅。鲁老板，12桌问鱼怎么上到16桌去了？鱼怎么回事？我看错了。鲁老板，你这是办婚宴，还是让我们赵家替你们练兵？赵姐，您先消消气儿，菜马上补齐。补齐？我家亲戚坐在那儿干等，有人菜上错，有人一口热的没吃到，你现在跟我说补齐？又不是没菜上，急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什么？他们说急什么？我女儿一辈子就出这一次门，你让我等等？
卢老板，你过来给个说法。各位，是我们安排上出了点小岔子。小岔子？你看看这鱼，这叫喜宴大鱼，我家孩子一筷子都嫌夹不满。陆老板，咱们当初说的不是这个规格，你自己看。马小宝，鱼怎么回事？今天市场上大鱼少，少你跟我提前说了吗？少你还按原价收钱。你们师徒内部怎么分账我不管，可今天是我女儿的喜事，你们把我的体面砸了。喂，王姐，你家下个月不是也要办酒？别订这家。我就在现场，乱的一锅粥。本来我还想问问这家办满月酒，现在算了。毁的不只是赵家这一场。陆老板，你菜做的再好，也别拿别人家的喜事给自己挣面子。马小宝，鱼是不是你换的？师傅，我也是为劳工少2个也是你省的，你是不是还从定金里动了钱？那您要不是急着跟周敬山争，非要把价格压那么低，我至于想办法省吗？他抢这场婚宴，真的是因为生意需要吗？赵家那边昨晚可闹大了。他不是输给婚宴，他是输给贪。这单先别急着接。为什么？先看我们下个月核证量能不能扛住，接得住再接。周老板，这就是我家那场办完后还愿意给你介绍人的原因。你不是见钱就扑。你们最近后厨稳不稳？别又像赵家婚宴那样。这话明明没多少恶意，却比骂还刺耳。周老板这店小归小，生意越看越稳。我姐家下个月办10桌，想问他，要问趁早。他现在宴席不是随便接。师傅，照这么下去，再过2个月，这条街提起饭馆，先想到的又是周敬山，您就甘心？凭什么最后名声全让他拿走？建材市场下个月开业，连着3天团餐加一场开业宴，要是咱拿下来，谁还敢说咱不如周敬山？对方要多少？每天300份工作餐，再加第1天晚上10桌开业宴。陆老板，这单太大，咱现在后厨人手不够。上次婚宴之后，2个临时帮工都不愿意来了。我问你了吗？这单接。每天300份工作餐，连着3天，第1天晚上再加10桌开业宴。周老板这边能不能接？工作餐300份。我们现在稳稳接200，你不全接？如果您一定要300，我可以给您推荐2家一起做，统一配送协调，接不住不乱接。陆老板，坐。周老板那边说他现在稳稳接200份，如果非要300，他可以帮我们再协调一家。他不敢接，他是说接不稳，不乱接，找2家拼着做，万一口味不一，出餐乱套，砸的是您郭主任的面子。300份我一家全包，第1天晚上10桌开业宴，我亲自盯。成了，建材市场那边定咱了。好，这才叫大单。师傅，这回咱真翻身了。周敬山不敢接的，我接。等这单办成，谁还敢说我只会做菜不会做生意？先别光顾着高兴，对方要菜单、送餐3间表，还有开业宴席面方案。这还不简单？菜单我今晚就拟，配送时间表也好写。赵家那场就是宴席上翻的车，那回是意外，这次不一样。建材市场开业宴，说白了就是老板们吃顿饭，喝点酒。这还只是最基本的，要先垫这么多。这些从前看起来钱头破事儿，原来件件都要钱，件件都卡脖子。后天开始，我这边要做3天大单，肉菜量会翻几倍。你先给我压一批货。上次赵家婚宴那批水产尾款还没结完呢，这次货我可以给，但您先付70%。70%？你这不是坐地起价吗？不是坐地起价，是我得保本。您自己知道账紧，难道我就不紧？罗老板，这回工钱先付1半定金。以前周老板在的时候确实不用说，可上回赵家那场，我们尾款追了3趟。陆老板，租金到日子了，再缓2天。最近接了个大单，钱马上就周转开了。以前周老板在的时候，从来没让我上门催。现在老板是你，就请现在的老板按时交租。陆老板，我们那天的尾款该结了吧？那天办成什么样，你们自己没数？人是你们少请的，流程是你们自己乱的，席面砸了，怎么就成我们该白干？原来一间店死，不是先死在没人吃饭，是先死在账全乱了。马小宝，马小宝，8000块都拿走了，你还回来帮我？陆老板，小宝呢？跑了，钱也跑了。我早说过，这孩子心不正。陆老板，我今天是来辞工的。以前周老板在的时候，我没想过有一天要担心工资，现在保重。陆老板，租金今天该结了吧？再缓2天，今天下午5点前，你把这个月租金补上。补不上，明天这门我就不能再让你开了。
你什么意思？欠租继续营业，我没法跟家里交代。今天5点前交钱，交不上，明天停业。那8000块本来就是留着先压房租和一部分供货款的，不能再宽限几天。以前周老板在的时候，从没催过第2回，不是因为我偏心，是因为他从不让我开第2次口。下午5点，卢老板，我已经给到最后了。老板，要不先给我们把菜上了？上，马上上。我现在只有这些，差的太多。从明天起，店先停，等你把租金补齐再开门。你连房租都压不住，还接那么大的单，这店继续开下去，怕也只是越欠越多。租金补齐，来找我拿钥匙。我拼命想证明这家店离了周敬山照样行，可我现在才发现，没了周敬山，这家店什么都不是。怎么关了？听说房租都交不上了。当初把周老板赶走的时候，不是挺神气吗？人啊，最怕把顺风顺水当本事。到头来，别说把店做大，我连这扇门都守不住。店没了就没了，凭这手菜，到哪儿不能混口饭吃？鲁师傅，您手艺我们认，但我们这儿庙小，容不下您这尊大佛。听说您前阵子接赵家的喜宴，偷换食材不说，还把主桌的菜都上错了。做餐饮手艺再好，人品砸了，谁敢用？吃饭。赵敬山，那不是原来长安饭馆的鲁师傅吗？听说那边生意垮了。有事儿？敬山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错哪儿了？我忘恩，我贪心，我听了马小宝的话，看清了你。我看着你新店越来越好，心里不服。我不是怕自己活不下去，是怕别人说离了你我不行，所以我抢工地单，抢婚宴，接自己根本吃不下的大单。我每一次都不是为了把店做好，我是为了赢你。我真的错了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你错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现在知道错了，是因为店撑不下去了，因为马小宝跑了，因为别人不再围着你转了。可你欠我的不是一句我错了，你欠我的是在我真心服你的时候，你回头捅的那一刀。你也不只欠我胡三哲被你糊弄过的工人，欠赵家被你砸掉的喜宴，欠那些拿不到工钱的员工。那我给他们补回来呢？那是以后的事，先去做。好，我去。鲁老板，胡经理，有事儿？来道歉。上次工地盒饭的事儿。是。那你倒吧。那20份试单是我自己去抢的。我明知道您原本给了敬山50份，是因为信他稳，可我心里不服，非想压他一头。我把价让马小宝往下抠成本，最后盒饭肉少饭松，工人吃不饱。这件事儿不是后厨失误，是我鲁大海为了赢别人，把您的信任拿去赌了。你现在倒是说得明白。这不是上次送那抠门盒饭的鲁老板吗？来干啥？看样子像是来赔不是。鲁大海，你今天能来把这话认下来，算你还有点良心。但我不会因为你来道歉就把单子再给你，应该的。我今天来也不是求您再给我单，是来把自己做错的客户找你不是拿钱买你表演叔父，是把自己手里的事儿交给你，别出岔子。你做不到可以不接，但你不能接了再糊弄。记住了，外头工人刚吃完，箱子还没收，你要是真想认错，就帮着洗一遍。好。这不是饭庄老板吗？真在这儿洗盒子？上回那饭做的不地道，这回倒像是真知道错了。行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胡经理，以前那20份盒饭欠您一句对不起，今天补不上，以后我拿市补。先把你欠下的一件件补完再说。好。你还来干什么？赵姐，我来道歉。鲁大海，你把我女儿出嫁那天的喜事弄成那样，现在跟我说一句道歉就想过去？过不去，我知道过不去。那天我眼里只有自己，别人家的体面我没当回事儿，不多，也赔不回那天的脸面。我知道您家不缺这几个钱。你现在店都没了，还有钱赔？正因为店没了，我才更明白，欠下的不会因为我倒霉了就自动不算。你来这一趟是周敬山让的？不是，是我自己该来。我先去找胡经理认了工地盒饭的错，又去把欠老李和几个员工的工资先补了一部分。
最该来您这边，是我最该来也最不敢来的。因为胡经理损的是信任，员工损的是工钱，损的是喜气，是体面，是一家人原本该高高兴兴记一辈子的日子。那天那条鱼，真是你们故意换小的？是。人手真是你们故意少请的？菜乱成那样，不是临时岔子？是，不是？是我准备不够，还硬撑门面。你今天能把这些认下来，说明你不是一点良心都没了。但我不会因为你说了几句实话，就当那天没发生过。应该，我不求您现在原谅，我也没资格求。以后真要再坐席，先记住一件事，别人交到你手里的不是一桌菜。后来呢？后来我让他把工地上剩下的饭盒洗了。他洗了？洗了。油盒子一个个冲，边角没洗净的，他自己又拿回去重新洗。临走前还跟我说，以前欠我一句对不起，今天补不上，以后拿事儿补。静山，我看这回不像装的，再看看。您还要看多久？看他是不是只在别人面前认错，看他没人盯着的时候，还肯不肯把欠下的补回来。那如果他一直做呢？那就给口饭。掌勺呢？那是很后面的事。你这话在理，人能回头是好事，可不能第一次投，别人就得把门钥匙重新塞回他手里。找老板。事情做完了。景山，还缺人洗饭盒吗？缺。从最脏最累的活开始，这里不欠你掌勺的位置，也不欠你当初的面子。疼吗？疼。以前你说这些活谁都能干，你以前觉得谁都能干的活就不重要。现在知道了，知道每一件我以前看不上的小事，都有人在替这家店撑着。看得懂吗？以前看不懂，现在试试。今天青菜进多了，原定2楼10桌小宴席临时取消了1桌，剩的青菜如果明天再用，品妙会掉。今晚员工餐先用一部分，明早推2道快炒。酒水比平时多，说明周末有宴席。保温箱多出来3组，胡经理那边大概率加单了。还行。店不是只靠谁最厉害，是靠每个人不掉链子。师傅，你还敢来？师傅，我知道错了。8000块呢？师傅，您一见我就说钱，那我该说什么？说你跟了我几年？对啊，师傅，我跟了您几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所以我更该问，你跟了我几年？挑拨我赶走周敬山？你跟了我几年？工地盒饭教我压肉？你跟了我几年？婚宴偷换食材，少请人动定金？你跟了我几年？最后卷走店里最后8000块，丢下我一个人收烂摊子？你要我先说情分，那你先告诉我，你配吗？师傅，您现在怎么也学他们说话了？周敬山让您在这儿洗饭盒搬菜筐，您还替他说话？您以前可是大海饭庄的老板。我在这儿洗饭盒是还自己的债，不是给谁当狗。这话你以后别再说。他以前最会的就是把别人低头认错说成被人踩。秋月姐，话别说那么难听，我那时候也是年轻，谁年轻没犯过错？年轻不是卷钱跑路的理由，更不是把别人家喜事砸了以后还说赵家太能闹的理由。有事儿，周老板，您现在店做这么大，不差我一口饭。以前的事儿都是误会，我们店里不收被主的人。周老板，我还年轻，年轻不是借口，机会不是谁都欠你的。鲁大海都能留下，凭什么我不能？他当初不也赶您走了吗？工地盒饭他也点头了，婚宴是他自己要抢的。因为我认了。胡经理那儿我去了，赵家那儿我去了，欠老李他们的工钱我一笔一笔在还。我现在洗饭盒、搬菜、倒泔水，不是为了让别人马上原谅我，是因为这些账本来就该我还。你呢？你今天来是来认错，还是来找地方躲债？你如果真知道错了，就把欠我的钱写欠条，欠大海范大工8000元，限期1年内还清，还不清就按月来店里做杂活抵。怎么不写了？刚才不是说知道错了吗？师傅，真要这样？我被房东锁门的时候也要生活。你卷走8000块那天，想过谁要生活吗？马小宝，8000块你可以今天不写，但从今天起别再叫我师傅。
等你哪天真想明白了，先把这张欠条写了，再来谈别的。行，你们都清高，你们都守规矩。心软了？不是，就是突然明白了，有些路别人拦你一次是救你，没人再拦你的时候，你就真完了。所以店里招人，以后先看人，再看手。记住了。秋月，鲁师傅现在还在后厨，能不能请他做一份以前那种红烧肉？听见了？听见了。再洗皮都要掉了。哼，太久没上灶，有点紧张。没变，还是那个味儿。出餐时间卡住了吗？没。这份成本超了吗？前厅送上去时还热吗？陆大海，你现在才有点像个真正能掌勺的人。客人吃的是菜，信的是店。张姐的辣，别忘了。今天的单都齐了。做饭就做饭，天天还得对这些表，像不像账房先生？觉得麻烦？有一点。我以前也觉得麻烦，后来差点把自己连锅带店都赔进去。学厨先学手，做事先学心。